最常见的神奇植物，你认识几种？今天带你看10种，有可以当零食的，有闻着臭煲汤香的，还有名字像大侠的。看完你也能在路边认出它们。第一种，路边到处是红花酢浆草。今天带大家认识一种路边常见的神奇植物——红花酢浆草。所谓红花酢浆草，就是它开的花是这样红色，它的叶子像醋一样很酸。像醋浆草，古代人就发现它酸的特性，所以他们比如说炖肉的时候也会加一点下去，能够起到软化肉质，让这个肉更美味。这个草地底下有透明的小萝卜一样的块茎，富含水分，可以当零食一样的吃。红花酢浆草，它的花准确来讲是一种紫红色，而且它的这个喉心是嫩绿色，这个才是正宗的红花酢浆草。如果中间这个喉心是深红色，那个就是别的品种关节酢浆草。它这个叶子这样3片，它也是一味中药材，有清热解毒、散瘀消肿的功效，可以用来治疗咽炎、牙痛，外用还能治疗跌打损伤、烧烫伤。不过需要注意孕妇忌用哦。这个嚼起来酸酸的草，底下还有透明小萝卜。接下来这个草名字可厉害了，临时柩。这个开黄花的小植物，它叫临时柩，有的叫它小过路黄，也有的叫金钱草的。别看它长相是比较低调，但是临时柩这个名字好像有一种大侠风采啊。之所以叫临时柩，是因为古人发现，每当人们在野外跌打损伤，生命比较危机的时候啊，民间土医生就采这个去救，所以叫临时柩。据说伤重垂臂，灌之可活，所以野外很多不起眼的小草也曾是历史上的一些大侠一样的存在。它的花和茎都还挺有特点的，茎上面布满一层白白的绒毛，是匍匐在地上生长的，节上生根啊，像铺了一张黄金地毯。它的花冠金灿灿的黄色，内壁基部有一点红，非常精致的一种小草。在民间它还有一个别名叫风寒草，就是祛风除寒。全草入药，拿来驱风散寒，对风寒头痛、咳嗽痰多及普通腹泻有很好的缓解效果。在民间它也用来解毒消肿，甚至像毒蛇咬伤，有的也用到它。所以这个小草其貌不扬，但是有时候能够临时救命。真正的大侠或许就是如此吧，好像比较柔弱，但是却有身怀绝技之感。临时柩听名字就知道是一个应急的草。不过下一位名字不太好听，它叫鸡屎藤。大家好，我在广东清远莲南瑶族自治县。今天要认识的这株植物，它的名字有点臭，叫鸡屎藤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我们摘一片它的叶子，这样搓碎一下啊，如果放在鼻子这里闻，哎呦有一种臭味，或者说是那种冲鼻的硫磺味。正因为这个臭，成为它的防伪标识。今天我拍它的时候，发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，很多昆虫在它上面，有苍蝇、蚂蚁、猫蛛、宗师、蝗虫。像蝗虫和宗师是被它的叶子吸引，正在啃食叶子，而蚂蚁或蜘蛛应该是在觅食，可能住在附近就爬到这个藤上面来了。如果是花期，那就是蜜的吸引。现在是花嫩叶，还没有开花。而像蜘蛛和螳螂应该是静静地待在这里捕食一些小昆虫啊。像这样野外一丛鸡屎藤也是一个微型的江湖，有来吃素的，有来吃肉的。鸡屎藤虽然闻着有点臭，但是它一到厨房就变成了宝。像南方很多地方的老百姓用它来煲这个猪骨或者煲红糖水，做法也很简单，采新鲜叶子洗干净，和猪骨、红枣、生姜一起下锅，慢火煲1个小时，喝起来清甜回甘。而那股臭味其实变成了独特的植物香。老一辈的人说，这个汤喝了清肠胃，
去湿热。而在瑶山这边，鸡屎藤也作为一种消食草，孩子积食、肚子胀，大人熬夜上火，都可以扯一把来煮水喝。它的主要作用是祛风除湿、消食化积、解毒止痛。现代研究也发现，鸡屎藤有很好的抗炎、镇痛、抗菌作用。但是这里要提醒大家，孕妇、体寒虚弱的朋友不要随便内服。另外，鸡屎藤也是一种止痒的植物，我们采它的藤叶煮水泡澡啊，对湿疹、皮肤痒也非常有帮助。一株有味道的植物，一个有故事的江湖。你小时候见过鸡屎藤吗？你们那里叫它什么？有没有喝过它的汤？评论区告诉我。鸡屎藤是闻着臭，吃着香。下面这位长在岩石上，像个变色龙，紫背天葵。今天我们介绍一种植物界的变色龙，它堪称拟态大师，喜欢生长在岩石壁上。灰绿色的绒毛叶啊，跟这种石灰岩壁粉然融合一体。它的名字叫紫背天葵，是秋海棠科秋海棠属的植物，叶背深紫如净血。古人误认其同菊科的雪皮菜同类，菊科的雪皮菜也叫紫背天葵，而这种紫背天葵和雪皮菜科属迥异，并且这种紫背天葵是有毒的。它的花朵十分漂亮，雄花粉红色的，绽放时外棱粉褐，像唇子一样，内藏黄色的雄蕊，有点像模拟昆虫产卵之地，吸引昆虫。相传古老的时候，瑶族战士坠崖负伤，血色染红岩壁，化作这种小花守护族人。云南瑶医将它捣碎，外敷止血，称其为散血子。这个有毒，不能乱吃。那我们看过能吃的野百合，大家看，这个是今年长出来的野百合嫩苗，它是百合科百合属的多年生草本，底下有一个球茎，很多鳞片爆活而成，有100片之多，所以叫百合。很多人家里也种这个百合，有白花，有黄花，甚至还有紫色的了。像我们这边野外也有不同的一些品种，有白花的，还有黄花的。它特征就是一根茎笔直上来，叶片披针形，花朵漏斗状、喇叭花状或者杯状。秋冬季节，它地上这个茎叶会枯萎掉，那个时候就是挖取鳞茎的最佳时机。百合味甘微苦，性微寒，归心和肺经，它主要是养阴润肺、清心安神之效。像秋冬季节空气比较干燥，容易伤肺，所以秋冬季节很多朋友喜欢用百合来煲粥或者煲银耳羹，它是通过润肺来清发痰热，对阴虚久咳、干咳少痰有很好的缓解作用。入心经可以清心泻热，对热病后虚烦惊悸、失眠多梦疗效明显。现代研究也证实，百合中有多种活性成分，具有镇静催眠、抗氧化、调节免疫力等作用。百合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好食材。虽然百合药食同源，但是新鲜的百合我也不建议大家大量吃，尤其是我们老年的朋友，最好是煮熟以后再食用，这样比较好。朋友们，你们喜欢怎么吃百合？有没有自己独到的做法？也可以一起分享一下。百合药食同源，接下来这种蕨长得像野鸡尾巴，它就是小野鸡尾。大家看，这个草药长得有点特别，它就是民间所称的小野鸡尾。它既是长在深山里面的野草，也是入了药典的植物。它的中文名叫野雉尾金粉蕨。大家看它的外形，叶子很精致，很漂亮，有点像野鸡的尾巴。它是蕨类中叶子相当精细的蕨。我们仔细看，它是这种
四回羽状细裂叶片，线形小，叶片又细又窄，长熟以后是那种灰绿色。现在看到的是它新绿的样子。它喜欢长在阴湿的环境。还有一种蕨跟它有点相像，就是那个乌蕨，但是乌蕨的叶子像切断一样平的，而这个小野鸡尾是尖尖的。这个草药味苦性寒，归心肝肺胃经。临床上小野鸡尾就是专注3个字：清利止。清热解毒，利湿化浊，收敛止血，清利止。它是传草入药，先用效用更佳。不管是治风热感冒、咽喉肿痛，还是立即泄泻，都还挺有效的。尤其是治疗食物中毒或者一些药物中毒啊，它也是有一方位置的。现代药理研究发现，它的体内分离出了高达35种化合物，非常多面。尤其是它里面含的金粉蕨素，可以保护我们的内皮细胞，还可以抗动脉粥样硬化。最后提醒大家，小野鸡尾性寒、虚寒症的患者用的话要慎之又慎。像民间小野鸡尾有的也用于急性肝炎、经痛止血方面呢。关于它，大家有什么经验或者有什么想说的，也可以一起在评论来分享。这种蕨长得很精致，下面这位你可能被它黏过，鬼针草。这个开白花的植物，很多朋友在野外可能被它暗算过，但是这种常见的草，有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或者不知道它有什么功效啊。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它的名字叫鬼针草。它的果成熟以后黑色带针，容易粘在我们的身上，或者小动物啊全身毛毛上面粘了很多。这是它的生存智慧，传宗接代，传播种子，让别人带着到其他地方去，所以这是它令人讨厌的一点。其实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好宝贝。第一，它可以当野菜食用，我们可以掐它的嫩尖，焯水以后凉拌或者煮汤，其实味道还蛮好喝的。当野菜吃，其实它也有清火的作用呢。它是菊科一年生草本，全国各地路边、荒地、田埂几乎都能见到，高度从膝盖到腰，甚至几米高的我都见过了。叶子羽状分裂，开小白花，花心是黄色的，发泄之后就长出一簇簇针状的瘦果，顶端有芒刺，轻轻一碰就能沾上，有的也叫它一包针。另外它也是一种很好的止痒植物，就是我们采它的全草，煮水以后洗澡可以止痒。你们知道鬼针草还有哪些妙用吗？鬼针草是既讨厌又实用。下一种花你绝对想不到是谁，粉红色的猕猴桃。你们见过粉红色花朵的猕猴桃吗？通常猕猴桃的花是白色，这一种野生猕猴桃，它的花是这样的粉红色，十分娇羞艳丽。特别是它的花苞好像珍珠，外面裹着一层绒布。当它的花苞开始绽放，露出里面粉红色的花瓣，好像少女的脸颊抹的一层胭脂。而它的花朵开放以后中间很多鹅黄蕊丝，花瓣是5到6片。花开的时候吸引许多雄蜂、蜜蜂来访。在这个山野间一朵朵的花镶嵌在藤蔓间，让人想起贺知章的一句词：浓艳一枝细看去，芳心千重似诉。我特别喜欢它叶子背面这种感觉把它的枝条这样翻过来，叶背是这样白白的，而且每一片叶子脉络十分清晰，远远的看过去好像有一点月光春泻的感觉。它的果是秋天以后成熟，果实形状有点像小小的冬瓜，长长的圆矩形，外面裹着一层绒毛，所以人们也叫它毛冬瓜。它是猕猴桃科猕猴桃属的一种野生的猕猴桃，滋味吃起来是酸酸甜甜，如果是打霜以后完全熟了，就几乎没有什么酸味，吃起来也是很美味的。像我在瑶山这边很多植物我都经历了它们的四季变迁。毛冬瓜花蕾的时候好像一种蓄势之感，当它绽放以后
就是它生命的泛滥时刻。像有的藤，它会沿着一棵树的树干向上爬，也有一点写意的感觉。而到了秋天，野果就是藏在枝条间的一种珍宝。猕猴桃花美艳，果好吃。下一个名字很像武侠小说里面的仙草天明金。大家看这个植物名叫天明金，听上去是不是像武侠小说里面的仙草？有的也叫它野烟，就是它的叶子啊，长得有点像那个烟叶，但是它不能当烟抽了，它其实有点臭味。古人觉得它的味道有点像那种猪身上的味道，我闻起来有点像那种清凉油，底味更冲。它是一种菊科的植物，它的果就是中药里面的褐虱，就是那个小小的。它还有一个名字鹿火草。传说古代的时候，有人打了一条鹿，破开肚子，塞了一把这个草，鹿就跑了。当然这只是一种传说了，不过它确实也是一味中药。它传草可以药用，具有清热解毒、祛痰止血的功效。有的也叫它杀虫草。像开始我们说它的种子是中药里面的褐虱，其实这个就是用来杀肥虫啊，杀一些虫。现代研究表明，它里面富含萜类化合物，具有抗肿瘤、抗炎的特性，所以古人给它取天明金的名字，还那么推崇它，其实还是有道理的。你们说是不是？天明金能杀虫。最后一种草有一个感人的孝心故事，益母草。今天出来采益母草。益母草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？其实有一个非常动人的故事。相传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少年名叫冲卫，和母亲相依为命。他母亲生下他以后落下病根，常年小腹疼痛，热经不调，身体日渐虚弱。小冲卫心急如焚，到处求医，却因家贫无力请名医，也买不起贵重的药材。有一天他上山砍柴，遇到一位白发老翁，听到他的这个困境，指着路边的一株不起眼野草说：草径方方，似黄麻，花生节尖，节生花，沙能黑子，叶似艾，能医母疾，笑可夸。冲卫依言采了一些这个草，回家以后给母亲服用，数日后母亲的顽疾竟渐渐痊愈，恢复了健康。村里人感念冲卫的孝心，又因这个草有益于妇人，便把它叫益母草。家家都开始种在屋前屋后，而那小小的三棱形黑色种子则被称为冲卫子，少年之名永远刻在了这位药材之上。益母草唇形格植物，夏秋开花，花呈淡紫或粉红，近似棱，叶与艾草、全草及种子皆可入药。全草性微寒，味苦辛，归肝心、膀胱经。种子性微寒，味甘辛，明目益精。益母草是众所周知的妇女之友，血家之宝。第一，它可以活血调经，是血中之圣药。最著名的就是活血化瘀，适合血瘀引起的热经不调、痛经、闭经、产后恶露不尽。民间常言益母草、益母参调经止痛有奇功。另外，它还可以利水消肿，对于肾源性水肿、小便不利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。它也是一种止痒退疹的草。新鲜益母草捣烂外敷，可用于疮疡肿毒、皮肤痒疹。内服的话，取9到30克左右，煎水服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以下几种情形不太适合用益母草。第一，气血两虚的体质；第二，月经量过多的；第三，孕妇的话绝对禁用。古老的时候，少年冲卫把它采回家，解决了母亲的疾患。现当代，它也被做成了很多中成药，所以真的是无愧于妇科圣药之名了。这10种植物，你见过几种？认识的可以评论区打个名字。想继续认识路边草的，可以点个关注，我带你慢慢认。咱们下期见。